方舟？不对，按照莫里亚蒂的说法，身为投影的我，现在应该被送到了世界之外，或许是现实与高维空间的罅隙。总之，先四处探查一下吧。继续看看还有什么线索吧。这些思维的来源究竟……不是思想，而是笔记。这是从我来到弗洛斯，一直到发现方舟和格蕾修。如果从这个方向解读，这张笔记的主人似乎很清楚我在这里遭遇的一切，选用这种隐晦的方式来向我传达信息，是在担心被什么人发现吗？这么说起来，还在地球上的时候，那个神秘的存在就没有直接露面，而是通过引导我的思维，使我到达了这里。而且，这当中的用词……似乎没有什么新发现了。格蕾修，我究竟要怎样回到现实呢？你需要我的帮助吗？我们好像很有缘分呐。这个声音是小 V。答对了，弗洛斯的原初代理人，世界轮回的见证者，博物馆的布展人。啊，头衔未免太多了。既然已经面对面的站在一起，你不如叫我 V 他就好。我恰好见过小光拍下的照片，不过，鉴于你作为小 V 时的言行，我恐怕不能把你简单当做他们的姐姐加以信任。这样说也没错了，合情合理。不过，也正因为我们之前有过几次不算顺利的沟通，如今才能像这样坦诚相见呢。毕竟，如果你真的听到了我之前的关键提示，选择断开圣物的能量供给，莫里亚蒂固然会失去威胁，但你的投影恐怕会先一步从弗洛斯消失。圣物，不是博物馆吗？我大概明白了。你以为莫里亚蒂是博物馆的投影展品，所以只要像当年的小异心那样切断博物馆的能量供给，莫里亚蒂也就会失去能量。在莫里亚蒂成功驱动乐园宿卫之前，这个判断的确成立。但用弗洛斯的方式来说，操控乐园宿卫的权限与圣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，博物馆的权限可无法与之相比。你是从小和光那里猜到了博物馆的事吧？很遗憾，他们确实不够了解圣物，也因此给你提供了错误的情报。之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？谁让我是个自私自利的坏女人嘛？你非要我说的很具体吗？我这个人呀，
每时每刻都想着要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所以碰到像你和希儿这样的大好人，反而完全没辙呢。你认识希儿？是啊，只不过那是一个属于量子之海的漫长故事，和我们眼前的危机确实毫无关系。这个世界里为什么存在像你和莫里亚蒂这样的投影人？弗洛斯和赫斯珀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格蕾修的方舟，传说中的创世神，和这一切究竟有怎样的关联？这些与我们此刻面对的危机有关，而我也可以告诉你具体的答案。毕竟，这里可以算作我的家乡啊。所以，我们要先从哪个话题开始呢？这个话题，你应该知道我们此刻身处于太阳系的边缘吧？距离太阳4500个天文单位，对吧？天文单位？哦，是指你们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吧？换算一下，4500乘以1.38，差不多呢。没关系，只是物理单位的区别而已。总之，因为这里距离太阳过于遥远，整体生态环境与其说还属于本征世界，倒不如说更接近量子之海。而具体到投影，博物馆的投影大多取自量子之海，莫里亚蒂是来自本征世界的复制品，至于其他代理人，他们是我的复制体，而非投影。你，福华，则完全来源不明。看起来你不是很惊讶呢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倒是能够证明我现在没有对你说谎。莫里亚蒂似乎一直在找你。不，应该说，他在试图寻找某个切实存在，而又不会轻易在他面前现身的人。那个人是你吗？哦，是吗？那他倒是还挺敏锐的。如前所说，我是那位博物馆的布展人之一，包括莫里亚蒂在内，所有能称之为有趣的展品都由我亲自挑选布置。或许这对他来说的确是件痛苦的事吧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试图抢夺我的身体，我的投影。难道说，有什么原因，让你自己无法直接出现在弗洛斯吗？的确是这样啦，不过这方面的原因就和我们的创世神直接相关了。你是指弗洛斯和赫斯珀的关系？你可以这样认为。莫里亚蒂说，赫斯珀发生过灭世的洪水，那究竟是指什么？字面意思。因为世间变得污秽浑浊，创世神就降下神罚，让灭世的洪水荡涤一切，只留下方舟之中的生灵幸存。我不是在和你讨论神话故事，但这一切的确发生过，不止一次，而是8次。现在的弗洛斯已经是第9个弗洛斯了。很惊讶吗？我想想，如果用最简单的原理来解释，我们的家园其实就像彗星一样。我是说，如果没有创世神的存在，这里或许也只是一颗太阳系边缘的脏雪球。雪球融化诱发洪水，大抵如此。可弗洛斯并不下雪。没错，因为水平常都藏于地下，沟通量子之海的隧道也好，创世神的真体也好，它们通通都在地下。当天灾降临，地下的一切就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。砰！等等，这样说来，V 他们的记忆……你猜的没错，那也是我们创世神的杰作。是我？没事，一个弗洛斯版本的冷笑话。毕竟我是那家伙的复制体嘛。而你所见到的小 V 他们又是我的复制体。
我们曾经愉快的生活在一起，直到有一次，我没有听从创世神的命令，结果被神惩罚，封印在这里。恕我直言，就算是现编，这也有些过于敷衍了。而且，即使你夺取了我的身体，也只会给小 V 他们制造困扰而已。那件事和你的想象其实有点区别。我要向你借用的并非投影本身，而是投影存在的路径。也就是说，我会以自己的形式回到弗洛斯，不会简单的将你取而代之。当然，如果事情是往这个方向发展，你现在恐怕已经回到了地球，确实会错失和格蕾修见面的机会。那你呢？你打算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返回弗洛斯？那个创世神不会生气？他呀，怎么说呢？膨胀得太厉害了。如果不主动使用自己身为代理人的能力，他根本发现不了我的存在。那生物呢？它是创世神给予弗洛斯的一种法宝吗？我只是在组织语言。直接来说，生物不过是乐园素位的控制器而已。即使是前几个弗洛斯的废弃生物，也同样能做到这一点。这应该就是莫利亚蒂的力量来源吧。不过与废弃生物不同，那个位于最新的弗洛斯中心，唯一健全而完整的生物，能够将创世神召唤进现实。我暂时还不想过多讨论这个话题，我们还是离弗洛斯太近。即使他已经膨胀许多，但如果我们反复提起他的名字或尊号，或者一直做他不喜欢的事，也还是有可能被他发现。就目前情况而言，你知道这些就已经足够。题外话，你知道小和光为什么时不时会平地摔跤吗？因为他是所有维塔当中最不像创世神的那一个。你是说这个空间？我给它取过一个名字，精灵之路。不过如果用不那么浪漫的说法，那它只是量子之海中一条被人为清理出来的羊肠小道。所以倒是和莫里亚蒂最初选择莱辛巴赫的方式异曲同工吗？莱辛巴赫是哪个乐队的名字吗？你如果不知道莱辛巴赫瀑布，那又是怎么把莫里亚蒂变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？我在量子之海里捡到的它呀。那次我出差回来正好缺个伴手礼，还有什么比活体标本更珍贵的呢？更何况它那时半死不活，制作投影方便极了，而且长得也不错。放心，虽然你之前被困在了这片空间之中，但还好，这里有我。我要帮助自己的弟弟妹妹，你也要帮助格蕾修，从动机到目的地都可谓完全一致。真的，和我并肩作战，保准你不会吃亏上当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要如何确定你刚才说的这些都是真话？这真是个好问题。怎么说呢？我当然完全没有办法证明啦。或许我是发自真心想要同你合作，又或许我只是心血来潮想要逗你，觊觎你身上的某样东西，想要将你骗个精光。无论是哪一种，你根本无法分辨，也没有分辨的意义。说到底，你比我更需要离开这里。虽说我也要借助你的存在，才能两人搭伙一起回到久违的弗洛斯城。这和命运的馈赠多么相似啊！你不觉得十分有趣吗？来，告诉我吧，你会怎样选择呢？我可是刚刚发现了一个偷偷离开的好机会，错过的话，说不定就要在这里白白浪费好几天喽。来吧。不错，当机立断，你的性格倒是相当爽快。如何？与我共享视野之后，可以看清楚了吗？那是难得一见的漏洞啊！要我说，多亏你运气好，就在我们刚才闲聊的时间里，也不知精灵之路起了什么变化，
一个明晃晃的漏洞竟然就直接出现在了我们面前。快，行动起来吧！只有击溃了眼前的漏洞，我们才有办法从这个空间脱离。很遗憾，我已经知道了所谓漏洞的真正面目，将原本就存在的东西蒙上一层神秘色彩，来获取他人的信任，这就是你一贯的行动逻辑。哎呀，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。上一次在禁地见到你时，你的投影依旧存在于现实世界，因此只要找到与现实世界沟通的桥梁，就能够顺利离开这里。所以那时候，为了不被你彻底抛下，我能怎么办嘛？当然只能靠骗喽。你好像很骄傲。当然啦，我凭本事骗到了你，难道不该感觉到骄傲？不过你也可以骄傲一点，已经走进了我的圈套，还能主动解开绳结的人，那可不多哦。他倒确实脸皮够厚，对上次的事一点都不介意。总之，这一次，因为你直接掉进了这条精灵之路，再想要离开，就必须靠自己亲手在这个空间上撕出一道裂口。裂口的位置和形态可以说由空间本身随机决定，所以才会像这样表现成了属于量子之海的怪物。安心吧，这次你可是顺风车司机的身份，我完全没有愚弄你的必要。好了，上吧。你还有什么顾虑？我以为我们会一起面对眼前的敌人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可是相当柔弱的，做不了这种事。你忘了吗？我至今还被创世神封印着呢。如果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害得我身受重伤，没有办法带你回到原本的世界，你岂不是要冤死了？算了。哇，你这身手真是不错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不久之前刚认识的高手。不错不错，再打快一些吧，弗洛斯正等着我们呢。既然没有参战，你还是少说几句吧。可正因如此，我的嘴巴才很闲啊。干得漂亮！回家了。确实回来了。好了，维塔，我要确认格蕾修的情况，而你显然更在意小维塔他们。既然彼此的目的不全相同，接下来我们还是就此别过吧。那可不行，我刚刚才帮过你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啊？维塔，你在哪里？在你口袋里呀。没错没错，就是他。这颗糖是小运婿给你的吧？他可真是个温柔的好孩子。可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副模样？你不觉得比起已经摔得破破烂烂的相机，还是糖果可爱一点吗？你的身体无法维持正常的状态。毕竟我现在也只是一道投影，还是搭上了顺风车才能出现在这里的那种。你所知道的那些代理人权限，我现在都无法使用，也不敢使用。早就和你说了嘛，我现在真的只是一个纯粹而柔弱的女孩子。你可不要嫌我柔弱，就把热心带你回来的我给扔下哦。行啊，那你可要好好听我指挥。